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那台相机是我从跳蚤市场买来的，当时店老板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警告我什么，但也许只是我多心了。这台相机是个旧款，外壳有些磨损，但按钮灵敏，屏幕还能显示。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价格，便宜的像是白送。我热爱摄影，这样的宝贝让我觉得自己捡到了天大的便宜。那天晚上，我带着相机和朋友们聚会，灯光昏暗的餐厅里，我们围着桌子热闹地聊天，气氛很好。我拍了几张照片，拍的时候还没觉得有什么异样，直到回家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把相机连接到电脑上查看照片。照片里，我们笑得灿烂，杯盏交错，整个画面都充满了快乐的氛围。但看着看着，我的视线突然凝住了。一张合照中，坐在我右侧的好友小杰，他的脸竟然模糊成一片黑色的阴影，其余的人都清晰无比，唯独他仿佛被故意抹去了。我以为是相机出了故障，甚至怀疑是小杰动了身体导致模糊。但接下来几张照片，每一张都呈现出同样的情况，小杰的脸完全看不清楚。我有些不安，但并没有多想，只当作是相机太旧了，某些功能不稳定。第二天，我将照片传给朋友们，小杰看后的反应让我印象深刻。他只是淡淡地说，可能是相机问题吧，随后便没了下文。我想多问两句，但他的语气让我觉得似乎不太想深聊。接下来几天，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。我总是半夜醒来，耳边仿佛听到细碎的耳语声，声音低沉的听不清内容。起初我以为是自己做梦，但这种声音持续了好几晚，直到有一天，我醒来发现相机竟然不知何时从桌子上掉到了地上。更可怕的是，掉在地上的相机屏幕亮着，显示了一张黑白照片，那是我睡着时的画面。我吓得浑身发冷，明明晚上没人来过，我也绝对不会睡觉时拍自己。第二天，我带着相机找到了卖家，想要求个说法。可跳蚤市场里已经找不到那个摊位，甚至没有人记得有这么一个店老板存在。我只能自认倒霉，将相机束之高阁，但内心的恐惧却日渐加深。几天后，小杰约我出来喝咖啡，他看起来有些疲惫，眼圈发黑，像是几夜没睡。他告诉我，自从那晚拍照后，他就一直觉得有人在跟着他，尤其是晚上，家里的灯光总是无缘无故闪烁，有时候甚至能听到脚步声。他试着报警，但警察来后查不出任何问题。我劝他去庙里求个平安符，心里却隐隐觉得一切和那台相机脱不了关系。当晚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再次拿起了相机，拍了几张房间内的照片。让我震惊的是，照片里居然多出了模糊的影子，正好站在我的床边，低着头，像是在盯着我的脸。我手一抖，差点把相机摔了出去。这已经不是故障可以解释的事情，我害怕到不敢再睡，整晚开着灯，守着天亮。第二天，我联系了另一位朋友阿伟，他是摄影器材方面的专家。我把相机拿给他，想看看是否能查出问题。阿伟仔细检查了很久，最终抬起头对我说，这台相机应该有些古怪。他将相机里的存储卡取出，用专业的修图软体试着解析那些照片，结果显示那些黑影不是后期添加的，而是拍摄当下就存在于画面中。这话让我后背发凉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小杰的电话，声音慌乱至极，快来救我。他在我家门外，我和阿伟立刻赶往他家，却发现他的房门大开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桌子上摆着那晚聚会的照片，但每一张照片上的小杰都从画面中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模糊的黑影，仿佛在嘲弄地注视着我们。小杰再也没被找到，警方只在他家发现了散落一地的手机和那张合照，而那台相机
我和阿伟一致决定将它丢进一条偏僻的河流。然而，几天后，我在家里打扫时，却发现相机竟然又出现在我的书桌上。至此，我再也不敢靠近它了。我直接打了报废公司的电话，请人将它带走销毁。几个月过去了，这台相机似乎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我心想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直到某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匿名快递，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我坐在书桌前的样子，背景中站着一个模糊的影子，离我只有1步之遥。我是一名婚纱摄影师，专门捕捉人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拍摄婚纱照是我的日常工作，我自信自己的技术能让每对新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然而，那次接到的委托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。那是一个阴沉的下午，我正在整理刚拍完的照片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电话另一头是一个男人，声音低沉且急促。他告诉我，他和未婚妻想要拍一组特别的婚纱照，地点是在一栋偏远的老宅子里。他们的婚期迫近，急需拍摄。我原本想推掉，因为当天的天气实在不佳，但听到他说愿意加价2倍时，我改变了主意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带着器材按约定来到了那栋老宅。那地方位于郊外，周围被浓密的树林包围，老宅外墙斑驳，窗户有些已经破损，里头隐约传出风穿过房间时的呼啸声。说实话，我一走进去便感到浑身不自在，空气中有一股说不出的潮湿味，还夹杂着淡淡的霉味。男人和他的未婚妻早已在那里等我，他们穿着精致的婚纱和西装，尽管面带微笑，但神情显得有些紧绷。我们想在这里拍几组照片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新郎解释道。他的话让我一愣，这样一栋破旧的房子竟然是他们的回忆起点。但我没有多问，专心准备拍摄。拍摄过程进展得还算顺利，我带着他们在老宅的不同角落取景，试图捕捉那种怀旧而独特的气氛。可不知怎么的，整个拍摄过程我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。老宅的每一扇窗户似乎都像眼睛一样冷冷地看着我们。尤其是在拍一张新娘站在破碎窗户旁的照片时，我分明听见了一声低沉的哭泣声。我停下手中的相机，四处张望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我试探性地问，但新郎和新娘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任何异样，他们只是催促我继续拍摄。于是，我压下心头的不安，重新专注于工作。拍摄结束后，我感到异常疲惫，甚至比平时的拍摄更加耗神。我收拾好器材准备离开，却忍不住回头多看了一眼这栋老宅，心底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感。回到工作室后，我开始整理照片。刚开始的几组照片都很正常，画面中新郎和新娘的笑容温馨，整个场景虽然带着老宅的荒凉感，但效果出奇的好。然而，当我翻到中段的照片时，一股寒意瞬间爬上我的脊椎。在某些照片的背景里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影子像是一个穿着破旧婚纱的女人，低着头站在角落里。她的位置原本应该是空的，但照片里却清清楚楚地看见她的身影。我擦了擦眼睛，以为是错觉，仔细检查后却发现这个女人的身影出现在好几张照片中，而且她的姿态似乎在慢慢靠近。到最后几张照片，她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，面孔模糊不清，但可以隐约辨认出那是张扭曲而痛苦的脸。我全身冷汗直冒，赶紧拿起手机联系那对新人。然而，电话接通后，里头却只传来一阵奇怪的杂音。我心里的不安逐渐扩大，无法压抑地感觉到某种灾难正在逼近。第二天，我再次拨打了新郎的电话，这次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。请问你是哪位？对方问。我简单说明了情况，
却听到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回答：这对新人2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他们死于一场车祸，车祸地点正是在那栋老宅的附近。电话从我手里滑落，我的脑海一片空白。那天与我见面拍照的人究竟是谁？我不敢再翻看那些照片，心急如焚地将记忆卡拔下来，想要彻底销毁它。但还莫等我有所行动，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晚，我的工作室里突然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哭声，和当天在老宅听到的一模一样。我拿着手机的手发抖，屏幕的亮光映出我惊恐的脸。就在这时，相机自动启动了，屏幕上显示出一张新照片，那是我当时坐在电脑前的模样，但背景里站着那个穿着破旧婚纱的女人，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，仿佛在等着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不敢回工作室，选择在家里避一避。可是，我的噩梦并没有结束。不管是窗户的反光，还是镜子的倒影，我总能看见那个女人的身影，她渐渐变得清晰，仿佛越来越接近我。最终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带着相机和所有照片来到了郊外，准备将它们一把火烧掉。但就在我点火的瞬间，我听到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低语：别烧。我猛地回头，那个女人正站在不远处，扭曲的脸满是怨恨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已经无法记得清楚。我只知道，当我醒来时，相机和照片全都不见了，而我的身上布满了长长的抓痕。这一切让我失去了继续工作的勇气。我辞去了摄影师的职业，但即使我不再碰相机，那个女人的影子依然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。她的眼睛空洞无比，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，仿佛在等待着某一天把我拉进那个无尽的黑暗中。作为一名灵异事件记者，我的生活充满了刺激与未知。每一次接到新线索时，那种期待和不安交织的感觉，让我对这份工作又爱又恨。而这次，线索来自于一间废弃医院。消息来源是个在网上匿名的线人，他声称在这间医院里经常能看到奇怪的光影，有时还能听到脚步声、金属碰撞的声音，甚至有人声低语。这些描述让我兴奋不已，也许这将是一个能让我在记者圈子里大放异彩的故事。医院位于城市边缘，荒废多年。据说它曾是一间精神病院，但因为多起医疗事故和几次病患的离奇死亡事件，最终被迫关闭。进入医院的那天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周围的空气潮湿的让人感到压抑。医院的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，玻璃窗几乎全数破碎，走廊里积满了尘土和枯叶。我带着相机，试图拍下那些灵异现象的证据。一进去，浓浓的霉味扑鼻而来，伴随着金属的锈蚀味。医院的走廊狭长，两侧是紧闭的病房门，门上装着生锈的铁栏杆，里头黑漆漆一片。刚开始的1个小时，一切如常，我拍下了几张照片，甚至还录了一段走廊的视频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些传言可能只是无稽之谈。然而，当我进入一间旧病房时，情况开始变得不对劲。病房内的墙上挂着一面破碎的镜子，墙角还残留着一张病床的铁架。就在我按下快门的那一刻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轻微的金属响声，仿佛有人拖动铁链。我立刻四处张望，但房间里空无一人。我吞了口水，压下心中的恐惧，对自己说可能是风。但当我看向相机屏幕时，屏幕上显示的照片却让我的心跳停滞了几秒。刚才拍摄的画面里，病床旁多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像是有个人影坐在那里，低垂着头，长发遮住了脸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检查相机，甚至拍了一张同样角度的照片做对比。这一次，照片里什么都没有。或许是光影的问题吧。我这么安慰自己，但心里的忐忑感却无法平复。接下来，
我走进医院的地下室，这里据说是当年的手术室所在地。我一边用手电筒照明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拍摄。地下室的温度比地面更低，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青苔。当我步入其中一间手术室时，脑海里突然冒出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，仿佛这里并不陌生。我甩了甩头，尝试摆脱这种诡异的想法。手术室内摆着一张已经破败的手术台，周围散落着锈蚀的手术器械。我刚按下快门，便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沉重的关门声。我转过头，却发现走廊里一片死寂，门根本没有动。我压抑着内心的恐惧，打算结束拍摄，但当我低头检查相机时，屏幕突然开始闪烁，接着自行切换到播放模式。屏幕上播放的是一段我完全默拍过的视频，画面里是我正站在这间手术室里，背对着镜头，四周的墙壁上渗着血，画面不稳定的颤抖，仿佛拍摄者的手在颤抖。这不可能，我喃喃自语，急忙关掉相机，拔下记忆卡，想等回家后再仔细检查。然而，就在我转身准备离开时，一阵强烈的冷风吹过，我感到有人在我的耳边低语，内容模糊不清，但语气充满了痛苦。我拔腿就跑，一路冲出医院，直到回到车上才敢回头。那栋废弃的医院在黄昏的光线下显得更加诡异，像是一头正在凝视猎物的猛兽。回到家后，我迅速将记忆卡插入电脑，查看当天的照片和视频。然而，令我震惊的是，记忆卡里所有的档案都空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更诡异的是，当我尝试再次打开相机时，发现它完全无法启动，仿佛被某种力量彻底破坏了。几天后，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异常。每天半夜醒来时，我的手指冰冷的像是泡在冰水里，耳边总是能听到低语声，而且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越来越模糊，有时甚至连五官都辨认不清。最让我感到恐惧的一次是某天早上，我醒来后发现床边放着一张黑白照片，那是我站在废弃医院手术室里的模样，而我的背后站着一个脸部模糊的影子。我试着联系那位提供线索的匿名人，但所有邮件都无法送达。我还去过一次医院，想找回那段记忆，但医院已经被封锁，四周拉起了警戒线。事情的真相我至今无法解释，但有时我会感觉自己的身体正逐渐消失，手臂和双腿变得越来越虚幻。每当我看着镜子时，那个模糊的影子会越来越清晰，仿佛准备取代我，成为这具身体的新主人。也许，当初进入那间医院时，我就已经被某种存在选中了，而现在，我只是等待着它完成最后的侵占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